图医美新知。我们今天有陌生的脸孔，他有点害羞，大家感觉到吗？我们回归正题，今天要讲的是关于脸型，我会把这个脸型拆解成每个部位，然后把每个部位呢再讲它的细节。只要你持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你就会发现哦，天哪，原来脸上这么的复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脸上很复杂，可是现在大家都把微整想得太简单了。那也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啊，这里凹就给你打嘛，那这里多就打消脂针嘛。可是很多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每一集对各位想要变美的人也都非常重要。层次产品对位，剂量精准树眉，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好，那关于脸型，我们就要先提到一件事哈。我们大家知道哦，女生说我要想要脸小一点，我不喜欢脸太方一点。那到底决定脸型的是什么？我们要提到一个观念，叫做外轮廓。这个词可能各位如果有接受微整的人，可能有听过。好，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外轮廓。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好，这是一个美女的图。好，外轮廓简单讲就是我们脸部最外围的这一圈，我们把它叫做外轮廓。很容易理解。那既然有外轮廓，那当然就有所谓的内轮廓。那内轮廓呢，指的是依照我们的眉毛、五官连线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轮廓。简单讲，外轮廓决定你的脸型，内轮廓决定你脸的立体度。然后外轮廓跟内轮廓之间这里叫做面部的折叠度。这也很重要哦。之后我会特别用一期来讲什么叫面部的折叠度。那所以你看我们节目一开始可能对有一些人而言，开始有一些新的词了。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的脸型取决于外轮廓。讲外轮廓大家一定看过这个图。这个图是什么？这叫做马夸克面具你就很有学问。马夸克面具它怎么来的它其实是以前的有一位叫马夸克的人呢，他呢是根据所谓的面部黄金比例，有听过吗？没听过，好，没关系。我们的自然界呢有一个大概1.68的一个比例啦，你会发现那个海螺啊，或者是很多自然界台风眼啊，很多都有按照这个比例，所以就有人在想，在我们的脸上，然后我们按照这样的比例，那它是不是就特别的好看？所以他就设计出这样一个叫海夸克面具。你再看把它套到人脸上，这个图可能大家就看过了，甚至在一些杂志上或者一些网络上都会用这个。它就是按照一定的长宽比，然后去设计出这样子一个比例。比如说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脸型，可以按照这个比例，你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马夸克的他是一个欧洲人，他设计的这个比例其实按照欧洲女生的脸型。我们知道欧洲女生很多都是颧骨高，脸颊比较方，也就是说欧洲女生的脸型，其实在我们东方人看来是比较偏男性化的。事实上这个比例并不适合东方人。有时候你在网络上可能看到说，像这样子的一个他去画出来的，其实这个跟原始的马夸克面具的那个比例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的这个观众非常多是住在欧美，你看我们诊所大概有40% 的客人都来自海外嘛，那他们平常接触很多的外国人，那他们也很多的是给白种人的医师处理过，处理完以后吓到，为什么吓到？因为做完以后，这不是我要的，怎么颧骨变那么大，怎么脸变那么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审美观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一个东方女生的审美观，如果按照比例来讲，它的外轮廓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接下来开始上课了到底我们东方人要的外轮廓是什么？其实东方人我们刚知道外轮廓包含是这样一圈，对吧？但是东方人大家通常第一在意的都是脸颊，因为东方人呢，特别是女生，都希望自己的脸小一点，因为大家都不想要有河豚脸。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叫脸颊可是我们脸颊其实分成2个部分，内侧叫做口颊，靠近嘴巴叫口颊，外侧叫面颊。这个我们都知道。来看这个图，内侧叫做我们的口颊，这一区叫口颊，外侧这一区叫面颊。好，重点来咯，东方人最在意脸比较大。首先第一件事情，很多人就想到，我知道，脸比较大就大咬肌。很多人都这样嘛。面颊这个要有什么构造呢？这个详细呢，我们脸颊我之后会录更完整一集，让大家看个过瘾，让大家彻底了解脸的构造。我今天先讲一个大概，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最里面是骨头，骨头当然没办法靠微整形嘛。再来，它的上面有一块很大肌肉叫咬肌，咬肌可以打肉毒，但是非常多人忽略一件事，看这个图，咬肌上面还有一块很大块的组织叫做腮腺。一个人如果脸要小，腮腺也不能够大。大家听到这已经开始说，那腮腺怎么变小？想知道我们之后还会有完整的，一定要继续看我们的节目。好，所以面颊这个部分就是包含我们的咬肌跟我们的腮腺。这个地方如果太大，脸看起来就方。口颊呢，我讲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嘴边肉。你配合得很好，刚好这样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的嘴边肉。好，那嘴边肉这个地方呢，又分成3型。什么？嘴边肉分3型？对，我之后会很详细的跟大家分析嘴边肉分3型。你一定要知道嘴边肉为什么分3型，因为很多人他浪费了很多钱做了一堆疗程，他就是想要改善嘴边肉，结果他弄错了，甚至他的医师不知道嘴边肉分型，不同的嘴边肉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好，当嘴边肉变大的时候，他的脸会变成 U 型，所以面颊大的人脸是方的。口颊大的人呢，就是嘴边肉大的人呢，脸是 U 的。好，面颊跟口颊都大的人呢，
就是面高潮了。所以我们在讲脸型，第一件事你要先知道我们的脸颊分成面颊跟口颊，那怎么处理呢？我们之后有完整的一集哦，你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那下一个，我们既然讲到脸颊了，很多人下一个就会想到，我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的脸呢轮廓好一点，还有一个重点，除了脸之外就是下巴，是下巴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下巴短，你脸呢一定就没有办法是 V 的。可是很多人做微整形弄错了顺序，他想要让脸看起来小，他先用下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刚刚在讲我们轮廓线的时候，我第一个讲的是脸颊，啊，我讲了面颊、口颊，我才开始讲下巴。这个处理的顺序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啊，我觉得我的脸啊，脸颊这个轮廓线太圆了，于是他第一个想法就打下巴。其实这个顺序是有问题的。你想想看，一个圆脸再加一个尖尖的下巴，看起来好怪，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一个圆脸下面突然多了一块，或者是有些人这个嘴边肉垂下来了。他就靠着打下巴。首先，我问一个问题，请问你打下巴，嘴不肉上去吗？当然不会嘛，你打了下巴，这个跟这也没关系嘛。所以我们常常都知道，我们做微整形是想让自己变年轻、变漂亮。可是有些人做完，你就会觉得他说不出来的怪。这怪在哪里？就是你施打的顺序不对，你的比例不对。很多人都会跟你说啊，你这个打比例不对。可是事实上，他很容易忽略一件事，就是顺序。我们的脸如果要处理的顺序，一定是先处理脸颊的部分，再处理下巴，这样子脸才会顺。还有一种状况，可能各位在镜头前也有遇过，他就觉得说，我去打了下巴，我想要脸逼一点，结果打完以后，他从侧面看，他下巴出来了，可是就是不顺，他不像人家真正是这样子一个直线过来。为什么会不顺？他是这个地方凸出来的，因为他这个脸颊，他没有先把下垂的口颊升上去，他没有先把太大的面颊缩小，他就直接打下巴，那比例会很怪。那等到他发现这件事，他才去处理面颊跟口颊的时候，他一处理完发现，哇，他下巴打太多了。处理这个地方一定要先处理什么？先处理的面颊跟口颊。你把面颊变小，口颊缩上去之后，很多人这时候就发现，我的下巴其实不需要填那么多，他的脸就已经 V 了。而且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说，我这里下巴要怎么填才会让它顺，这件事很重要。所以这个比例要建立在顺序上面，脸颊跟我们的下半脸跟我们的中脸交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颧骨下面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区。我刚刚讲这叫面颊，这个叫口颊。这一区很多人他会有一个问题，凹陷，你知道吗？脸颊凹陷就分成3种：前颊凹、中颊凹跟后颊凹。前颊凹很简单，就是脸的前半段是凹的；中颊凹是这个地方凹，后颊凹是这个地方凹。这个脸颊凹呢，如果你适当的凹，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是比较小的。可是你太凹，就会让你的脸看起来什么凹凸凸的，脸型不顺。对。但是呢，如果你填的太多，又会觉得脸太圆。我只是刚好手比到这里，我没有别的意思。所以脸颊凹也是一门学问哦。这个学问有什么重点？我刚刚讲了，它到底要多平顺、多饱满，还是要保留一点凹？这个是需要有一点美感的。但是还有一件事哦。很多人说我知道微整形就是美感，也不是。你看我很多节目一直在强调大家一件事，你要知道结构。比如说前颊凹这个地方在填的时候不能填太多，因为填太多它会导致你下垂的很严重。比如说中颊凹这个地方，很多人他是根本不需要填的，他只要把口颊的嘴边肉提上去之后，他的中颊凹就好了，他根本不需要填。他填完以后只会导致脸太大。你看现在画面你的左手边呢，你可以看到他的口颊是有水边肉的，然后他脸颊，你看他脸不顺，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脸颊跟他苹果肌之间有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就是所谓的中颊凹。很多人呢，很多医师他的处理方式会像你现在画面右手边这样，在他的脸颊、中颊这个地方做一个填充。哇，填完你看他现在是真的，他填完他的脸型变顺了，看起来好像比较好看。可是坦白说，你不觉得他整个脸变大吗？好，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哦。好，要是我呢，我的处理方式会这样，你看两边的脸。我们做了什么差别？我把他这个口颊这一块水平肉把它往上提了之后，他的水平肉不见了，然后他脸颊会改善了。我们现在看画面中右手边这个图，你不觉得他脸平顺多了，然后脸是变小的，比刚刚那种单纯用填充的方式是不是好很多？好，这又验证了一件事情啊，我们在做这些微整形的时候，你不仅美感重要，你对结构要了解，然后处理的顺序很重要。很多人看到我脸颊凹脸不顺就要填。不是啊，因为我们对结构了解，像刚刚那个案例，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你应该先拉提，拉完之后，你看它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填充的脸就顺，所以顺序很重要。关于脸颊凹陷分这3型呢，我们后面有完整的一集来跟大家解释，我相信对大家的认知一定会更完整。大家一定要记得继续追踪我们的频道。好，那我们现在讲完了脸颊呢，我们的脸型呢，从脸颊、面颊、口颊，好，再加上下巴，再加上颊凹，
下一个要讲到哪里？讲到太阳穴。好，太阳穴是这个位置啊，太阳穴这个位置。事实上，很多人会忽略太阳穴，有一些人他会想到打太阳穴，是因为这里叫夫妻宫，夫妻宫太凹啊，怕这个夫妻关系不顺。当然，我有遇过客人他说我没有要夫妻，我想要一堆男朋友，所以夫妻宫对我很重要。不是你说过的，不是我。好，那太阳穴其实那个很多人都会打太阳穴，也会问一句话，就是说我太阳穴打了，我脸看起来会变很大。坦白说，其实太阳穴施打它不太会让你脸变大。你看哦，所有的瓜子脸一定是上面大下面小，所以事实上太阳穴饱满，在修饰你的脸型、修饰你的外轮廓，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的太阳穴假设是凹的，你的太阳穴是凹的，你的脸型容易看起来像什么菱形脸。你的脸下面再紧、再 V、再小，你太阳穴是凹的，看起来是什么菱形了，它不会是好看的脸。好，所以太阳穴很重要。当然，我们都在区叫太阳穴嘛，我们医学上叫颞窝嘛。那事实上呢，它在解剖上面构造有分10层，它在美学上面分成3区。好，哇，大家们好奇，所以太阳穴怎么打，它才好看？太阳穴要怎么打才不会导致下垂？太阳穴要怎么打它才会比较安全？这也是一门学问哦。其实像我们对太阳穴很了解的，你看我打太阳穴嘛，是不是超级快？我觉得它很简单，可是你知道有些医师就觉得很困难啊，他会害怕，不知道怎么打。为什么他会这样害怕？因为就像有些客人说，我打太阳穴会不会就像那个电影里面举枪自尽的打太阳穴跟形同自杀一样？如果你对太阳穴构造了解，其实它非常安全也非常简单。好，那你知道太阳穴美学该怎么做，你会知道它打出来呢，不会让你打完变成外星人大头啊，但打完脸，你的太阳穴呢是立体感，然后可以塑造你的轮廓。所以太阳穴我们有专门一集。所以我刚开头讲，我们今天这一集是给大家外轮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讲到后面呢，外轮廓还有什么？头顶啊？什么？头顶也有微整形？那头顶也看不到啊。对啊，大家想说头顶有头发就好啦，干嘛呢？所以坦白说，这个大家很容易忽略。好，那当然，我们对头顶呢，它的修饰有些人是靠头发，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没有在意到。事实上，如果以微整形来讲的话，有一个技术叫做高颅顶。高颅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在额头这个位置、发际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填充。那做这个填充它有什么好处？很多人都莫名其妙做这干嘛？看起来比较高是吗？饱满。不是饱满的问题而已哦，因为大部分人都只注意到额头要饱满，对，额头饱满很重要。但事实上，额头饱满指的呢是这一区，高颅顶指的是上面这儿。那对于有一些人而言，他的脸特别的窄。那他只要说他的这个高颅顶稍微高一点的时候，他整个脸型一拉长，然后就会好看很多。当然，很多人他会觉得说这个部分我可以用脸型来修饰。但对于有一些人而言，可能他的头发没有那么的多，或者是他的这个头发喜欢往后梳，他没有办法用的发型去用，他是可以靠微整形来处理的。那关于这一集，我想这个题目可能大家很少听说。我也会特别录一集高颅顶还有额头，在后面也会有一个专门的一集。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外轮廓了。外轮廓就是这一圈，顺序很重要。先处理脸颊，脸颊包含我们的很重要的脸颊包含我们的面颊跟口颊，好，再来是下巴，再来是我们的颊凹，颊凹分成前中后，好，太阳穴，好，再来是我们的颅顶。而这就是外轮廓的观念，这样就够了吗？其实整个外轮廓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流畅度。什么叫流畅度？其实就像我们东方人不喜欢脸凹凹凸凸的，不喜欢这里凹这里凹这里凹，好，太阳穴凹的看起来像菱形脸，脸颊凹的看起来很苦命，下巴跟我们嘴边肉交接的地方这个凹看起来你的轮廓线就会不顺。好，那流畅度就非常的重要。可是不是只有流畅度而已，我们在施打的时候，我们还会很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借由填充这些位置，来达到一些固定的作用。这很重要。什么意思？其实坦白说有很多的诊所，他把这个填充当做拉皮这件事，那是一个话术。你看我之前讲很多，那是一个骗术。填充从来都是为了改善凹陷。它不会填一填，你这块肉就弹上去，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确可以借由适当的填充，让这个填充物在某个程度上，让它有一个叫做 tenting 的作用。tenting 就是搭帐篷的意思。当我们把它搭帐篷搭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层次打对，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有一点点锚定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层次打错了，这个填充物非但没有这种微微固定的作用，它甚至会加速下垂，所以你对构造的了解就非常的重要。那打哪些位置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你在打轮廓的时候，很多人只在意说我想要我脸型顺。但是如果你接下来看我们后面几集，你可能就会开始问，你就会问你的医师，你这个位置你想要帮我打深层还是浅层？你可能就会开始有点概念。你在打太阳穴的时候，那个，请问一下那个菲比医师，你想要太阳穴
你要帮我填在哪一层？填在皮肤下那一层吗？还是你要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是要你去挑战你的意思啊，但是有的时候你稍微了解一下会更好，不然你不觉得我们诊所专门在帮人家处理善后啊？一天到晚人家怎样，然后我们每次开刀一打开说，这是什么膏？怎么打这个位置啊？难怪凹凹凸凸的，难怪脸垂成这个样子。好，所以知道这些知识对你们有很多的好处。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刚刚讲填充，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流畅，对吧？我们希望要打对层次，让它有一点微微固定的作用。还要注意一件事，不要太过头，因为有很多的诊所，它的原则是卖越多越好。对，把你的脸变成大馒头越好，这是不对的。漫画这个词，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如果大家好奇漫画脸，我光漫画脸就有7集嘛啊！我里面有讲各种不同材质的漫画脸，还有哪些位置可能会漫画脸，大家可以去好好看一下。我们希望我们在做外轮廓有一个重点是打完让它是顺畅，是平顺。可是很多时候那个平顺点的拿捏就很重要，因为它在某些过渡线打过头的时候，就会造成漫画。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脸颊凹，这个颊凹的位置是我们的下半脸颊跟我们中脸交界的这个位置，你一旦打太多点就会看起来很鼓，然后笑起来会很大，这个就是一种漫画，所以千万不要打多。一样的道理，很多人在追求说我希望我在做轮廓的时候脸呢是比较 V 的，可是顺序弄错了，很多人先用下巴，结果就变成蛇精脸，或是埃及法老脸，这都很重要啊。讲了这么多，我其实要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外轮廓的概念，之后每一集我都会讲得非常的细，大家一定要追得下去，因为做微整形这件事是要让自己变美，不然你很容易就会陷入一个没笑才是最贵的问题。OK，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把这个节目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分享给你的朋友的话，跟我们的小编讲，我们的小编会把一本书叫做《微整圣经》的电子档发给你，我相信对各位在追求美的道路上会有一些帮助啊。如果你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想要请求帮忙，或者希望我们来协助你变得更年轻、更美丽也可以看我们画面中这个是我们的Line、WeChat、WhatsApp 都欢迎你可以私讯给我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喽，拜拜。没笑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再一次，没笑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因为没笑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